大家好啊。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太空产业的一些人才的需求跟培育了哈。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从行动通讯从早期的这1G、2G、3G、4G 哈，一直到5G， 然后从5G 到6G 的这个发展的状况，就会变成说从地面变成往3D 哈，就空中去发展。然后这个在5G 的部分哈，就是再加上 AI， 可能就是将来6G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啊。那有关这个趋势的发展，我们当然就需要更多的人才进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这个应用啊。那如果我们把其实这个就地面上的网通跟太空的应用，其实它的连结度还蛮高的哈。因为一般我们在盘点整个所谓的太空产业的需求的时候，一般是从4个面向来看哈。那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去把东西送到外太空上，你可能就需要有这个载具啊，就是火箭啊这样的方式。然后你必须要有上面的这一颗卫星啊，就是在太空中去运作的相关的功能，所以就是卫星本体的一个部分啊。那这2个部分当然是有它在这一个太空产业的一个独特性，因为我们必须要把东西放到天上去这样啊。那可是其他的2个部分，一个就是当你这个都建构完了之后哈，你在卫星上面的这些功能技术或怎么要连接回到地面上啊，所以地面上的这个地面系统的建制，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领域。那这个部分就跟现在的那个地面上的这个行动通讯系统有非常网通资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这样啊。那另外再来就是说这些部件完之后的这个能够提供的这个应用服务这个部分啊，也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连结啊。所以说除了在火箭的还有卫星本体之外的这个技术之外，其他的有关这个地面站的这个系统，还有它的卫星服务应用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软硬体的这个设施跟服务，它其实跟地面通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链接这样哈。那这一次这个台北市电脑工会跟经济部的产发组这边啊，它这个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太空网通技术的一个人才培育的计划，这当然已经就持续进行的蛮多年的一个计划的一个项目啊。之前也有蛮多的产业参与啊。那像这边不管是台湾科大、台北科大，都已经有好几年有跟这个计划已经有蛮多的一个链接啊。那像今年度在太空的领域的部分啊，甚至这个产发组的这个案子啊，它就跟这个新成立的这个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啊，那大概全台湾有5家有关太空的这个系所有一些链接啊，跟课业跟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啊，那其实提供蛮多的一个完整的 training 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课堂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我们其实就可以跟业界有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链接哈，所以他们接下来讲就会有一些暑期的攻读的机会，可以到产业去，真正有产业那边就会提出来一些需求，然后让学生去解这些题目啊，然后去开发一个后续的发展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链接的方式，它其实是对整个人才培育的方式会有很大的一个精进跟这个未来这个拓展的这个空间啊。那以学生来讲，可能就是也会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可以去这个链接到不同的产业面，或者说实际上实务面的这种结合啊。那我们讲说，如果以这个连接太空哈，跟这个现在在地面上的系统的一个差别啊，可能主要的部分大概就是一般我们的地面上的基地站台啊，它大概是不太动的啊。那地面上的这些使用者的这个载具里面最快大概就高铁啊，那高铁也不过就是
每小时30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在这个移动这样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其实，然后你在地面上的这些设备或者是这些你的软体，你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定期的维护跟更换啊。那但是在如果把这个东西拓展到太空，其实最简单的想象就是说我可能把基地站台丢到这个天上去啊。那丢上去之后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是没有办法修的啊。你不可能用太空人再到就去找那个卫星去修哈。那当然就是如果是定轨啊，就定轨当然就36000公里的高度，那中轨大概就1-2千公里啊。那这个在这个低轨的话呢，可能就是几百公里的一个高度在运作。那像以这个移动最快的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通讯来讲哈，它的卫星的移动哈，我们刚刚讲是每小时地面上最快就每小时300-400公里嘛哈，就已经很快了。那可是，在卫星上面，低轨卫星它是每秒钟7-8公里，啊，在这的方式在做移动啊，所以在发展这样的方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比如说地面上的使用者，我要去对这些卫星，卫星是动很快的，啊，像台湾这个卫星经过台湾的这个时间可能3-5分钟它就 pass 过去了，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它变成在使用这个服务上面，它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式跟处理的方法，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除了就是说这些方式的一个需要有一些新的概念、新的领域进来之后，那就是刚刚讲的，因为上去我是没有办法修的，啊，所以我就必须要非常着重在这个整测，啊，我怎么在地面上就把所有东西都测好，然后上去之后，大概低轨卫星大概就是3-5年啊，它就飞out了。啊，就可能就掉下来啊，掉下来不是因为这些电子零件现在其实撑到10年大概都没问题啊。那可是呢，它的phase out主要的一个问题，大部分都在于说，因为你这个东西它移动速度那么快，它上面必须而且会有地心引力，所以它会把它拉下来哦。那拉下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动力去维持它在那个轨道上。啊，这个轨道上面它的一些动力或什么，它可能3-5年，它大概就没有办法去撑这个方式，它就慢慢掉下来啊。那所以这个3-5年之后，这个卫星就掉下来啊。所以现在它这个国际上面的规范就希望说，这些低轨卫星它其实要有一个自毁的，就是自己在进来大气层之后，它就烧掉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它就变成这个3-5年，它就要如果在天上哈，如果我们有几万就上万颗的这个卫星啊，那你把它除以这个3-5年哈，就最好5年好了，那你那至少大概就有每年都要换到2-3千颗的一个卫星，所以它的产业的这个需求大概就会起来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它的将来产业的一个发展。那然后另外就这个成本效益来讲，我们常常讲说台湾的这些 ICT 的产业是毛三到四嘛哈。那可是呢，你如果我们从一般的这种毛三到四进化到说，我知道工业硅，它的那个价格大概就10倍。那你如果将它说太空硅，那它就是变成100倍。哦，那所以说所有东西我只要能够经过这个太空履历的这种这个验证的方式，哈，它的那个价值跟产值就会变成是100倍或几百倍、上千倍这样的方式去发展。好，就像说我们如果常常用这个 LoRa 的模组 ，LoRa 的模组可能几百块、1-2千块你就买得到。可是你要太空硅的话，它一个板子，同样的板子，就是他说他是有经过太空硅，它可以卖你一片40万。哦，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产值的差别就在这边啊。那所以这个其实会有蛮多的发展性。那这个产业署这边啊，结合了这个计划，它其实提供了很多这个可以去连接到业界去发展的一个机会跟了解这样的内容哈。那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可以让大家有整个系统性跟完整性的这个思考跟实现的这个角度啊。好，那今天我就讲到这边啊，那谢谢大家进来参加这个活动，好，谢谢。